好吃不过家常菜。Hello， 大家好，我是阿鹏。今天阿鹏呀就给大家分享一款粤菜酒楼里面卖得非常火的一款药膳蒸鸡。这是一款融合了传统食疗理念与烹饪技艺的滋补佳肴。这样子蒸出来的鸡肉质滑嫩鲜美，并且散发着淡淡的药香与鸡油的醇厚气息。如果大家也喜欢的，可以收藏起来，改天试做一下。好了，接下来跟着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吧。首先，我们准备半个新鲜的三黄鸡。要想鸡蒸出来好吃，那么鸡的选材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选择刚下蛋不久的小母鸡，不要选择太老的鸡。如果老鸡的话咬不动了，如果太嫩的鸡又吃着没有味道。所以说，刚下蛋不久，大概200多天的青年鸡，它的口感是最好的了。我们将鸡买回来后，先把鸡先处理一下，给它里里外外的全部都清理一遍。把鸡残留的鸡毛还有内脏全部的去除干净。我们将鸡里里外外都清洗干净以后，接着控水捞出来，下一步进行改刀处理。把鸡放砧板上，再用菜刀将其砍成小块。我们在分切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我们要尽量的将其改刀分切的均匀大小一点。这样子的话，才能保证每一块鸡都能够在后续烹饪中均匀的成熟和入味。最后的鸡脚，把它的脚趾修切一下，最后再将其给它对半切开就可以了。我们将鸡全部处理好之后，接着给它装在大一点的盆里面备用。下一步，我们再准备适量的小料，准备生姜1小块，把它改刀切成小姜片。切好以后，先给它装起来。下一步，我们再准备适量的小葱，我们将葱白给它改刀切成小葱段。切好以后，和姜片放在一起，而剩下的葱叶，我们将其改刀切成小葱花。切好以后，我们将其单独装起来备用。下一步呀，我们来准备适量的药材，准备2根新鲜的党参。党参的营养价值在这里就不必多说了。我们将其清洗干净以后，再将它改刀切成小段，长度的话大概2-3公分就可以了。改刀切好以后，先用小碗给它装起来。下一步呀，我们再准备适量的玉竹。玉竹和党参的营养价值在这里就不必多说了，相信懂药理的都清楚。我们将它清洗一下之后，同样的给它剪成小段。处理好之后，将它和党参装在一起备用。下一步，我们再准备红枣3颗，把它清洗一下之后，再把它改刀切成小片。最后把中间的红枣核去掉不要。红枣不需要特别多的，大概3颗这样子就基本可以了。因为红枣偏甜，如果太多的话，那么蒸出来比较抢味道了。我们将红枣全部改刀处理好之后，给它装在一起。就这样子，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了。下一步，我们开始正式的制作。我们将刚刚处理好的药材添加到鸡块里面，再把姜片和葱段也添加进来，然后再往里面添加适量的食盐，再添加少许的蚝油，再添加胡椒粉一点点，还有料酒少许，去腥增香，再添加1茶匙的生抽，最后再往里面再添加少许的老抽提色。老抽少许就可以了，不然太多的话黑漆漆的就不好看了。调味以后，我们再下手将它搅拌一下，将其搅拌均匀。我们将它持续的抓拌1小会，让里面的所有调料都吃到鸡块里面。随着我们用手不停的搅拌，这个鸡块呀会逐渐的起粘性，会微微的发黏。我们将其用手持续的捉拌1分多钟，把调料充分的捉拌均匀之后，下一步再往里面添加适量的玉米淀粉。这个鸡块在腌制过程中往里面添加适量的淀粉，可以让鸡块呀它腌制出来会更加滑嫩又好吃的。但是这个淀粉呀也不需要太多的，适量就好，太多的话会造成它的成坨与结块。
淀粉加进来以后，再继续的下手给它抓拌一小会，让里面的每一块鸡块都可以裹上一层薄薄的淀粉。把淀粉抓拌均匀之后，紧接着再往里面添加少许的花生油，还有一点点的芝麻香油。添加少许的油可以增加香味，而且还能够锁住水分，让鸡块蒸出来更加的滑嫩又好吃。最后再继续的将其捉拌个5、6、7、8下，将其捉拌均匀。要想鸡块更加的入味好吃，捉拌均匀之后，先给它放开磅腌制10分钟左右，让鸡块、药材还有调料的味道充分的融合在一起。我们将鸡腌制10分钟以后，再准备个盘子，把鸡放进来，再将鸡给它平铺开，尽量的不要叠放在一起，让鸡可以更好的方便成熟。最后再把剩余的小料通通的撒在面上。就这样子，这个鸡已经是处理好了。下一步我们开始正式的蒸制。我们起锅烧水，把鸡放进蒸锅里面，水开上气以后，再给它扣上盖子，用大火给它蒸大概10分钟左右。具体的蒸制时间我们需要根据鸡块大小还有实际的火候大小来把握和调整一下。我们开大火给它蒸大概10分钟左右，打开盖子来看一下。哇，一打开盖子，整个厨房都飘满了香味，闻着就特别好吃。蒸熟以后将它取出来，再撒上少许泡好的枸杞点缀一下。最后我们再用红葱头将它炸一下，让它激发出香味，或者直接的撒上一点小葱花也是可以的。就这样子，这款粤菜酒楼里面卖得非常火的药膳蒸鸡我们就制作完成了。这样子做的鸡通过蒸的方法锁住了原汁原味，成品色泽金黄透亮，肉质细嫩多汁，并且散发着淡淡的药香与鸡油的醇厚气息。这一款药膳蒸鸡是一道融合了传统的食疗理念与烹饪技艺的滋补佳肴，是一道兼具了美味与养生的家常药膳。如果大家平常也爱吃鸡的，那么今天这个做法一定要收藏起来，改天也不妨给家里人也试做一下。好了，今天的视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喜欢的记得点赞关注、留言并转发哦。关注我，关注天天香气厨房，我是阿鹏，点我头像进去还可以看到往期更多美食做法。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